我在一家午夜电台上班，主要是在深夜里讲一些奇闻鬼事。那天晚上收到了一个听友的邮件投稿，看完后我整个人都不好了，总感觉身后有一双眼睛盯着我，阴森森的。回头看又什么都没有。好看的精品短篇悬疑恐怖小故事，一口气看到大结局，每天更新。喜欢评论区扣1，无聊扣2。温馨提醒您，正文开始了。投稿的听友叫小武，老家是西南大山沟里的，现在从事建筑行业。他说每天晚上都要听着我们的电台入睡。他思来想去，还是决定把他经历过的事告诉我。小武的第一段话是这样说的：我二姨去年夏天淹死了，头七那天晚上，她在我耳边说她衣服都打湿了，好冷。当时听到这话我都快吓哭了。二姨她回来报仇了。我二姨是个苦命人，很小的时候就没了爸，结婚后一直没有孩子，老公醉酒被一辆汽车撞死了，快到40岁生日的时候，她也淹死了。二姨长得很漂亮，皮肤很白，瓜子脸，大眼睛，学校里的校花。她的成绩很好，班主任说她考个1本完全没问题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二姨高3下学期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学习一落千丈，性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变得孤僻和易怒。没人知道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。最后高考名落孙山，高考分数下来的第2天，二姨就去打工了，去了很远的南方，在电子厂里上班。二姨在电子厂里认识了一个男孩，男孩是外省的，也是大山里的娃，勤劳、勇敢、善良，很爱她。听说二姨是嫁到外地，一家人都是持反对意见，外婆对二姨嫁到外地特别不满，当初甚至还放出了狠话，如果她要嫁到那里去，就断绝母女关系。过年的时候，二姨带着那个男孩回来了，说他们是真心相爱，求我外婆成全。二姨跪在外婆面前磕头，哭着求我外婆。外婆当时很生气，拿着扫帚把二姨赶了出去，让她滚，永远都不要回来。那天晚上下着倾盆大雨，二姨哭着拉着那个男孩离开了。她走的时候脸上充满了伤心，还有绝望。我读初3那年，二姨回来了，是被婆家赶回来的。二姨结婚这么多年，一直都没有生孩子，她的公公婆婆一直埋怨她，经常欺负她，对她一点都不好。她的丈夫结婚后性格大变，在一次醉酒后被一辆汽车给撞死了。她的公公婆婆觉得她是扫把星，把她赶出了家门。二姨无家可归，最后回来了。当初10里8乡的人都不看好二姨的婚姻，此时看到她被婆家赶了回来，更是幸灾乐祸的嘲笑，明里暗里的说着风凉话。那时候我们这山里人思想还比较封建，嫁出去的女儿被赶回来是很丢脸的，也是一件晦气的事，说是会让亲戚左右隔壁倒大霉。那些坏人都来欺负二姨，向她家里丢臭鸡蛋，还把大粪泼到大门上。二姨都是忍气吞声，也不让我们给她出头。我高中没读完就辍学了，在工地上干活，跟二姨之间的联系更加少了。去年夏天的一个傍晚，我接到了我妈的电话，二姨死了，淹死在村后面的荷花塘里，被人发现的时候尸体已经发胀了。得到这个消息，我如遭雷击，差点就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。二姨这辈子实在是太苦了，她最后还落得这样一个惨死，老天爷对她太不公平了。我哭着去了火车站，连夜买票回到了山里。我回到家的时候，二姨躺在门板上，身上盖着被子，屋子里的气氛一片悲伤。二姨下午就下葬了，我追着棺材哭了一路，送了二姨最后一程。阴阳先生安排一番就走了。晚上我们需要给二姨送灯，晚上给亡人送灯是我们大山里的习俗。送灯很简单，就是点一盏油灯摆在坟前，老人们说这样可以照亮坟前的路，这灯至少一直要送到满头七才可以结束，中间不能间断，否则就有可能引发一些恐怖的变故。二姨没有儿女，所以这送灯的活就落在了我爸头上。我爸有些害怕，因为老人们说送灯很邪门，有可能会看到已经逝去的亡人，或者其他乱七八糟的。最后是我和他一起去给二姨送灯。晚上9点，我和我爸出发了。我爸端着油灯，我跟在他身后，两人一前一后向二姨的坟地走去。按照习俗，送灯不能打手电，我们只能借着油灯的光摸黑前行。晚上天十分的阴沉，星月暗淡，静悄悄的，就只有我和我爸两人在外面走。我和我爸没有任何交谈，我爸端着油灯一个劲儿地向前走，他的步子跨得很大。我们刚走出村子，突然有一股冷风吹了过来，差点就把灯罩里的灯火给吹灭了，吓得我爸一个机灵。
我加快脚步走到我爸身边，压低声音问道：爸，你刚才看到没有？有个人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了。我爸猛地身体一僵，瞬间额头就有冷汗滴落，舌头有些打颤道：小五，你不要瞎说，哪里有什么人从我们身边走过去？我准备说话，我爸提高声音喝道：不要说话，赶紧走！刚才我是真的看到有个人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了，好像是个女人，穿着灰色衣服，走得很快。天太黑，看不清楚长相。没多久，我们就路过一个水塘，刚走到水塘边，我就听到了3声咚的响声，那声音就好像是有什么东西落到了水里一样。我下意识地向水塘里看去，恍惚间，我看到有3个小孩在水塘里游泳，他们泡在水里面，就只露了一个头在水面，看不清楚他们的脸。我爸好像并没有发现那水塘里的3个孩子，他低着头，一个劲儿地向前走。等从水塘边走过去，我问我爸：爸，怎么这么晚还有孩子在水里面游泳？哪里有什么孩子在水里游泳？你肯定是看错了。我爸大声说。我看到他的神色很不自然。我没看错，就是3个孩子，2个男孩，1个女孩。不要说话，不要东张西望，赶紧走！我爸打断了我。见我爸这么大的反应，我就没有再说了。很快我们就走到了山上，二姨的坟就在前面树林中。刚走进树林，我爸突然一个趔趄，好像他的脚绊到了什么东西，差点就摔倒在了地上。幸好他反应比较快，伸手抓住了一根树枝，这才没有摔倒在地，否则油灯就会被打翻。我很疑惑，刚才他脚下并没有什么东西，光秃秃的，连草都没有一根，不应该有那个动作。我爸什么都没说，板着脸一个劲儿地向前走去。没一会儿就到了二姨坟前，望着二姨冰冷的坟，我就一阵伤神，跪在坟前重重地磕了几个响头。回去的时候，我爸带着我走了另外一条路，回到家里才发现我爸衣服都被冷汗打湿了，他似乎是受到了很大的惊吓。见到我爸那个样子，我妈问怎么回事，我爸点了根烟，把我在水塘里看到的3个孩子游泳的事说了一遍。我妈脸色顿时就变了，压低声音说：有一年夏天，3个孩子偷偷去那水塘里游泳，淹死在了里面，正是2个男孩，1个女孩。我顿时傻眼了，脊背一阵发寒，明白了我爸当时为什么会是那个反应。因为我看到的那3个孩子都不是活人，那应该是他们的魂，他们还在那水塘里没有离去。这么说，我出村子的时候看到的那个女人也不是活人了。我惊呼了起来，冷汗淋漓。我爸抽了口烟，说他也遇到了一件诡异的事。他问我还记不记得他差点摔倒在地上的事。我爸说那时候他感觉地上有人在抓他的脚，所以他就绊了一下，幸好他反应快。我跟我爸说他是不是感觉错了，那里空荡荡的，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。我爸的话被二姨一个本家的老人听到了，那老人说那个位置曾经有一个女人上吊死了，那个女人死后在树林里哭了好久，曾经有人晚上从那里路过，看到那个女人在地上爬呢，很吓人。听完老人的话，我打了个寒战。送灯回来的时候，我感觉有人跟在我身后，而且脖子里还凉凉的，好像有人对我吹冷气。会不会是那个女人跟在我身后？我一晚上都没有睡着，我总感觉有个女人站在我床前，后面都不敢睡了，就那么睁着眼睛到天亮。我是第一个起床的，天还是蒙蒙亮。望着二姨房门前的那双红鞋子，我一阵伤感。那双鞋子是二姨最喜欢的一双鞋子，还是我打工回来给她买的。没一会儿，我妈就起床了，她看到二姨门前放的那双红鞋子，当场就愣住了。过了几秒钟，问我：小五，那鞋子是谁放的？我说：我起床鞋子就在那里，我还以为是你们放在门前的。我妈脸色变得极其不自然了起来，手指还在微微哆嗦，颤抖地说：你二姨房门前那双红鞋子是我亲手收进橱柜里的，昨天晚上睡觉前我还看了一眼二姨的房门口，那里根本就没有那双鞋子，鞋子是我们睡觉后出现在那里的。听了这话，我顿时心里发毛，那双鞋子是谁放在二姨房门前的？那鞋子鞋尖朝着房门口，那样子就像是人脱了鞋子进到了房间里。我妈抹了一把眼泪，长叹了一声：你二姨命苦，还没有来得及享福人就走了，她肯定不甘心。一晃就过了7天，今晚上就是我二姨的头七。上午给二姨做法事的阴阳先生来了一趟，他让我们多准备一些3生祭品。今晚上
我二姨要回家，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动静。阴阳先生说这话的时候，脸色很奇怪。我问他到底有什么动静，他不愿意告诉我，只是说我二姨命苦，可能有冤。晚上，我和我爸提前1个小时送灯，走到半路的时候，我看到前面有火光闪烁，因为被树挡住了，看不清楚具体情况。等走过去才知道，原来是一个老婆婆在十字路口烧纸钱。老婆婆白发苍苍，穿着花棉袄，蹲在十字路口低着头烧纸。刚才看到的就是纸钱燃烧的火光，因为老婆婆低着头。不要看她，快走！我爸用十分急促的语气对我说，拉着我跑，从旁边的水田里跑过去的。跑了10几米，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，那十字路口哪里有什么老婆婆烧纸，一个鬼影都没看到。瞬间我明白了过来，那老婆婆依旧不是人。油灯照亮了二姨坟前的路，我望着坟，心中对二姨说，二姨，今晚上是你的回魂夜，你会回来吗？我们都在家里等你。我本想在二姨坟前多待一会儿，但被我爸急忙忙地拉走了，很焦急的样子。快到家的时候，我问道，爸，你干嘛那么着急走？你该不会是又看到了什么吧？我爸神色凝重，向左右环视了一圈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小五，刚才你没看到吗？在你二姨的坟后面站着2个人，一个穿着黑衣，一个白衣。我打了一个哆嗦，刚才我还真没有看到。一阵冷风吹了过来，我身上都起了鸡皮疙瘩。我和我爸赶紧向家里跑去。刚才转头的时候，我恍惚看到在冷风中有东西在飘动，那东西看起来好像是一双红色的鞋子。回到家里，我和我爸都没有提路上看到的东西，洗了手脸就坐在堂屋里等待子时的来临。家里已经按照阴阳先生的交代布置好了，香案上点着油灯，烧着香。堂屋上首放着一张八仙桌，八仙桌上摆满了3升祭品，还放了一双空碗筷。在堂屋大门前的地上撒了一层香灰，我也不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。阴阳先生是这么交代的，二姨的本家全都来了，这是习俗，不管那些人对我二姨是什么态度，人死为大，今晚必须要来。时间一点点的过去了，马上就要到子时。按照阴阳先生的叮嘱，堂屋里的电灯关掉了，在堂屋4个角落分别点了一盏油灯，在二姨的房间里也点了一盏油灯。阴阳先生当时说，亡人回来怕光，这样布置他们才会感觉到舒服。油灯的光线并不明亮，而且灯火还一闪一闪的，所以屋子里是忽明忽暗，有些模糊。我有些紧张了，今晚上回魂的是我二姨不假，但这种环境让我不由自主的害怕了起来。那些长辈们坐在椅子上没有说话，微微低着头，神情严肃，想必他们心中也应该是害怕的。子时到了，外面有风在刮，吹得哗哗的响，屋子里的温度似乎都降低了许多，有一股寒气吹了进来，我的心开始七上八下了，低着头看着地面。这是阴阳先生交代的，不要乱看，冲撞了二姨就糟糕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屋子里的那种紧张气氛越来越明显了，压抑，像是在胸口上放着一块石头一样，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，冷汗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因为不能交谈，我不知道别人是什么心情，反正我是害怕了，这是身体不受控制的害怕。大概到了11点20分的时候，我突然听到外面有歌声响起，那歌声飘渺无比，断断续续，是一个女人唱的，听不清楚唱的是什么歌词，但我对那声音实在是太熟悉了，那就是二姨的声音。二姨在外面唱歌，她回来了。歌声越来越响，那是在哼唱。我悄悄地看了一下我爸妈，他们脸色发白，满头大汗，其他人也好不到哪里去。点在屋子里的油灯闪烁得更加剧烈了，我手脚都是冰凉的，呼吸变得粗重了起来，头更低了。那哼唱的歌声停止了，然而又有一件事让我的心提了起来。我刚好是坐在堂屋最下手的位置，距离大门口没有多远。我眼角的余光看到大门前撒着香灰的地面上出现了脚印，那是半只脚印，只有脚尖没有脚后跟，看起来就好像是有人垫着脚尖，脚后跟不着地在地上走路。那半只脚印就是凭空出现的，除了那半只脚印，我没有看到其他的东西，连人影都没有一个。我的手不自觉地握成了拳头，低头瞪大眼睛望着那里，心中很害怕，但我又想看看二姨。紧接着第二只脚印出现了，同样是半只脚印，
没有脚后跟，第3只，第4只，更多的脚印出现了。那脚印正一步步的向堂屋里走来，除了脚印，依旧什么也看不到。我的身体有些控制不住的哆嗦了起来。我不知道我爸妈他们有没有看到，我是吓坏了。我没料到会是这样的情况，这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。那半只脚印慢慢的走进了堂屋里，他向堂屋上首八仙桌走去。这时候，我看到点在堂屋里油灯的颜色变了，火苗本来是橘黄色的，但此时那火苗上面竟然包裹着一层绿光，绿油油的。绿光把屋子里照射的都有些惨绿，气氛格外的诡异。半只脚印终于走到了八仙桌前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看到在八仙桌前坐着一个人，那是一个女人，长发披肩，背对着我。我看不到她的脸，但我可以看到她的鞋子，一双红色的鞋子，跟二姨最喜欢的那双鞋子一模一样。那个穿红鞋的女人坐在八仙桌前，她似乎是在享用桌子上的3生祭品。屋里其他人好像没有察觉到这个情况。阴阳先生交代，无论看到了什么，都要当作没看见，否则会吓到亡人，会引发不可预测的后果。我不敢说话，用余光偷偷的打量坐在八仙桌前穿红鞋的女人，吃得很慢。她一直在那里坐了半个小时，在我眨眼的功夫，那人影就不见了。我看到那半只脚印正一点点的向堂屋南边上手的厢房走去。那个厢房正是二姨活着的时候住的，香灰就只是撒了大门前的一块，其他的地方没撒。后面的脚印不是踩在香灰上出现的，而是水渍形成的脚印。那脚印的主人好像穿着一双滴水的鞋子在走路。半只脚印走到了房门前，房门是虚掩着的。阴阳先生说，这样是为了方便二姨进到房间里。我恍惚中听到了吱嘎一声响，好像是推动房门发出来的声音。我看到房门被推开了一条缝，半只脚印走了进去，紧接着我还听到拖椅子的声音，那感觉就好像是有人在房间里把椅子从梳妆台下拖出来坐。二姨房间里也点着一盏油灯，那油灯的火光突然间就变得惨绿了起来，把房间里照耀的惨绿一片，看起来无比的瘆人。之前我听到的那断断续续的歌声再次响起了，是从二姨房间里发出来的。那歌声凄婉哀怨，充满了凄苦。没多久，歌声就变成了哭泣声，呜呜抽泣着，很是悲惨，让人听着想要哭。随着房间里的哭声响起，堂屋里的4盏油灯彻底的变成了惨绿色，绿光大盛，把屋子里笼罩着一层绿光。那哭声足足持续了1个小时才停了下来。我又听到了拖椅子的响声，几秒钟后，房门吱嘎一声响，那半只脚印走了出来。脚印从房间里出来，一步步走到了我面前。当那脚印来到我面前时，我感觉到了一股阴冷，那冷刺激得我身体打颤，鸡皮疙瘩起满身。此时我心中恐惧到了极点，实在是太吓人了。我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。屋里其余的人都低着头，呼吸都是压抑着的。我看到他们的手脚都在打颤，他们和我一样陷入了恐慌。小五，一声呼喊凭空响起，是二姨的声音。那声音拖得很长，还有回音，听起来很冷很幽怨的那种。二姨，我在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结结巴巴道。即便她是我的二姨，也掩盖不住我心中的恐惧。这事情跟我想象的有天壤之别。在二姨没有回来前，我还想着跟她如何诉说思念，但是当她出现了，我顿时就把那些想法全都吓忘记了。小五，我死得好惨，那水好凉，我在那水中不能呼吸，我在那水里淹死了，都没有人管我。二姨悠悠地说道。地上出现了大片的水渍，水渍在缓缓流动，最后变成了一个人形模样。二姨的声音就像是一大块寒冰，冻得我的血液似乎都停止了流动。我嘴唇哆嗦着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脑海中一片空白。小五，我不想下去，我想找个人做替死鬼。见我没有回答，二姨又悠悠地说道。这时候地面上出现了一双红色鞋子，紧接着出现了一双腿，然后上半身，最后是脑袋。二姨出来了，穿着白色寿衣，红色鞋子，披头散发，盖住了她的脸。她全身湿漉漉的，水珠滴答滴答的从她身上向地上滴落。她的手发肿发白，是在水里泡了很久的那个状态。二姨，不是我害死了你，你不要找我。
我带着哭腔说，使劲地把眼睛闭上了。可是无论我怎么闭眼，二姨的样子却是始终在我眼前。此时我想起了老人的话，亡人怨气太重就会变成厉鬼，变成厉鬼就会六亲不认。二姨现在应该就是这个状态。我想跑，身体却像是灌铅了一样，动弹不得。一股冷风吹到了屋里，二姨的长发随风乱舞，隐约可以看到长发下面那泡得发白肿胀的脸。我死了，你们却还活着，我一个人下去好孤单啊，下来陪我吧。二姨悠悠地说道，一步步向我靠，怨气很重，说出的话更加的恶毒。二姨，不要，你不是我害死的，不要找我，我不想死。我吓得哭了起来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充满了绝望。二妹，我是你姐夫，你不要伤害小五！我爸大喊起来，他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，冲到了我面前，把我挡住了。二妹，不要伤害小五！我妈也站了起来，把我护在身后，一脸泪水的望着二姨，哀求道：二妹，你已经死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就不要害人了，求求你了！屋里其他的本家也开始壮着胆子说话，纷纷哀求着。我死了，你们却还活着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要死？二姨咆哮，充满了愤怒还有怨恨。风一个劲儿的刮着，屋子里绿光大盛，每个人脸上都笼罩着一层绿光。我们都在哀求着二姨，让她散了怨气，不要害人。二姨动了起来，她在我们每个人面前走动着，虽然她依旧是长发遮脸，但我可以感觉到她那恶毒的目光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审视着。二姨走到了我面前，她的头发几乎要贴到我脸上，那股寒冷让我身体颤抖。我带着哭腔道：二姨，不要害我，我不想死。二姨在我面前站了足足有3分钟，一动不动。她突然悠悠地说：我在寻找害我的凶手，如果那个凶手不出来，我就要你们全部人给我陪葬。二姨，你不是落水淹死的吗？我不是被淹死的，我是被人害死的。二姨尖叫了起来，那平息了的一些冷风又炸开了。二姨长发乱舞，我看到了她的脸，差点把我吓晕了。二姨的脸肿胀无比，没有一丝血色，在她的眼睛和鼻孔中还有黑色的血液滴落。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恐怖的脸。二姨，你是被人害死的，是谁害死了你？你要报仇，不要找我们啊，找害你的人就可以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我颤抖地说，这个情况让我很吃惊，也很疑惑，不知道是事实还是二姨乱说的，害我的人就在你们中间。二姨冰冷地说了一句，她从我面前走开了，又向下一人走去。二姨是被人害死的。我慢慢恢复了一些思考能力，如果二姨说的是真的，那她真的是有惊天大冤屈。扑通，当二姨走到一个本家面前时，那本家跪在了地上，哭喊着向二姨磕头：秀莲，是我错了，是我一时间鬼迷心窍才做出这样的事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放过我吧。我瞪大眼睛望着跪在地上的人，那人是二姨本家的一个哥，村里人叫他老六，今年50多岁，平时看起来很和善，对人都是笑眯眯的，竟然是他害死了二姨。放过你？你这个畜生，在害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放过我？难道我就白死了吗？二姨愤怒地咆哮，她那张恐怖的脸露了出来，那流着漆黑血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老六。老六害死了二姨，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事。老六可是一直都在积极地帮忙处理二姨的丧事呢。老六一个劲儿地磕头，咚咚作响，额头很快就流血了，嘴中一直喊着让二姨放过他。你这个畜生，亏我还叫你一声六哥，你却对我做这样的事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二姨大声咆哮，她眼睛鼻子里滴的血越来越多了，在地上积了一个血滩。老六不说话，疯了一般的磕头，额头都磕烂了。你自己说，你都对我做了什么？二姨怒吼。老六抬起头来，他的脸已经满是鲜血，他哭泣道：那一年你上高3，寒假的时候在地里帮你母亲干活，我一时忍不住鬼迷心窍，把你给糟蹋了。什么？老六的话让屋里的人炸开了，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不置信。我也是震惊的脑袋嗡嗡作响，二姨高3寒假那年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。二姨疯狂大笑了起来，笑的是歇斯底里，笑的是无比的怨恨。我叫你哥，待你如兄长，你却对我做这样的事，你还有一点良心吗？
你对我做了这样的事，良心不痛吗？二姨哭了起来，哀怨地诉说着当年发生了这样的事。她胆子小，不敢告诉别人，而且老六还威胁她，如果跟别人说了，他就要杀了她全家。她害怕，所以就憋在了心里，没有告诉任何人。正是因为发生了这件事，她性格大变，学习一落千丈，最后高考落榜了。她之所以嫁到外地，就是想要忘记这段过去。她想着永远都不回到这个伤心地。这件事对她造成了极大的伤害。结婚后，她无法生子，她丈夫因此借酒浇愁，最后惨死。她也被婆家赶了出来。是老六毁了她。你继续说。二姨对老六咆哮。事情还没完，老六继续哭泣道。几天前，我在外面遇到了秀莲，我再一次控制不住自己，所以我遭遇了秀莲的反抗，情急之下就把她丢进水里淹死了，伪装成秀莲是失足落水淹死的。老六伤害了二姨2次，最后一次更是要了二姨的命。二姨尖叫了起来，凄厉地说，我无家可归，才回到了这片伤心地。我本想把曾经的事情忘记，你为什么就是不放过我？你为什么还要害我？为什么？了解了事情的真相，愤怒代替了我心中的恐惧。老六就是个畜生，畜生都不如的东西，他就该千刀万剐。秀莲，我错了，我是一时间鬼迷心窍才做这样的事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，求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有孙子了，我不想死。老六疯狂地给二姨磕头，血液染红了地面。你害死了我，你该死，我死了，你凭什么还活着？二姨大吼，就那么站在老六面前，也不知道老六磕了多少下头，血液流了一地，染红了地面。最后他倒在了血泊中。我不想死，老天爷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残忍？我没有做过什么恶事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苍天还有眼吗？二姨大声尖叫，充满了凄厉。村里的狗疯狂叫了起来，歇斯底里的那种。村里人都知道今晚上是二姨的回魂夜，没人敢出来看究竟。二姨，我知道你死得惨，你的仇已经报了，你能不能不要害我们？我哀求道。其余的人也跟着苦苦哀求。二姨没有说话，静静地站在那里。屋子里一片死寂，没人敢出声，心中充满了彷徨。没人知道二姨是什么想法。二姨身上的怨气开始消散，她的那张恐怖的脸再一次被长发遮掩了起来。快到凌晨1点的时候，二姨慢慢地走到我面前，她轻声对我说，小五，二姨衣服都打湿了，好冷，你能抱抱二姨吗？二姨此时的话语很轻，没有丝毫的怨气，跟她生前一样的轻柔。我强忍着恐惧点点头，张开了双臂，轻轻地抱了二姨一下。她的身体好冷，就像是一块冰。唉，二姨重重地叹息了一声，充满了心酸。小五，刚才是二姨吓到了你，对不起，你不要怪二姨。二姨轻语，缓缓抬手想要摸一摸我的脸，我很害怕，身体像是筛糠一样发抖。最终，二姨叹息了一声，将手放下了。小五，二姨走了。二姨说，她的身影开始消散，最后只剩下由水渍化成的2只脚印。二姨的歌声响起，飘渺无比。那2只脚印慢慢向屋外走去。二姨！我冲出了屋外，大喊了起来，眼泪汪汪。小五，回去吧，二姨该上路了。二姨的声音在黑暗中传来。没一会儿，村里的狗没再叫了，黑夜一片寂静。今晚回魂夜，二姨是回来报仇的，害她的人得到了该有的报应。二姨！想到了二姨受到的委屈，我忍不住大喊了起来，泪如雨下，心如刀绞。二姨是一个善良的女人，她为什么就不能一生平安？为什么就要遭受这样的不公？小五，小五，你快醒醒，醒醒！我听到了我妈的声音，她在喊我。我睁开眼睛，正看到我爸妈一脸担忧地望着我，屋里其他的人也正关切地看着我。我迷茫地环视了一圈，墙上的时钟指的是凌晨5点。妈，我睡着了。我一脸疑惑。我妈点头，她说所有人都睡觉了，他们不过是比我再醒来一会儿。难道那是个梦？我惊呼了起来，急忙向人群中扫去。我看到老六了，他正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脸色发青。老六的额头没有烂掉，身上也没有一点血迹，他的五官扭曲，神色惊恐，显然是在临死的时候受到了极大的惊吓。他怎么回事？
我一脸迷惑，二姨回魂的事我都记得清清楚楚，我明明记得老六的脑袋都烂掉了，怎么现在像是没事一样？屋里人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，他们也记得二姨回魂的事，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。醒来后，老六就躺在地上，我们醒来他就没气了，身上没有看到伤，不知道是怎么死的。老六就是个畜生，竟然做出了这样丧心病狂的事，死得好。如果不是秀莲回魂，我们都不知道老六竟然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人渣，该死！一群人开始讨论了起来，对老六咒骂连连，义愤填膺。二姨的回魂夜就这样过去了，她回来替自己报了仇。当时二姨虽然是充满了怨气，但她始终是克制着自己，没有伤害我们。老六的儿子得知他老子死了，根本就不听我们的解释，怀疑是我们合伙害死了老六，从外地赶回来把他老子拉去医院尸检，最后得出来的结果是心肌梗塞而死，并非遭受外力致死。在老六回魂夜那天，村里有人听到他在外面哭喊，说他做错了事，诉说着他的罪行，要给我二姨赎罪。所有人都知道二姨是老六害死的了，二姨的公道讨回来了。可是二姨再也回来不了了，二姨死得惨，10条老六的命也换不来我二姨的命。如果二姨第一次遭遇老六侵犯时就大胆的说出来，也不会有这样的悲剧。如果当时家里人能够找到二姨性格大变的真相，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事。小五给我投稿的故事在这里就讲完了。最后小五落款的日期是3个月前，这邮件应该是他定时发送的。我一阵唏嘘，女孩子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遇到任何侵犯时一定要说 no， 一定要大胆的说出来，绝对不要给坏人第二次作恶的机会。我把小五的投稿重新编辑了一遍，今晚的午夜电台就讲这个故事。头七回魂夜，死去的人又回来报仇了，一直忙碌到了凌晨2点我才下班。正当我准备关电脑的时候，我又收到了一封邮件，这是小五想要对我说的话。主播，我感觉我二姨还活着，好几次半夜醒来，我都看到一个穿红鞋子的女人站在我床前看着我，她应该就是我二姨吧。我很喜欢你的午夜电台，里面的陪伴着我走过了很多个夜晚，我想一直听下去。我二姨的故事是我在病床上写下来的，一直都保存在邮箱中，没有发给你。我患了癌症，晚期，医生说我只有3个月可活。当你看到这封邮件时，我已经不在人世。邮件是我定时发送的。我喜欢你讲的故事，虽然我已经不在人世，但我还是可以听到的。每天晚上我都会陪着你。看完小五这封邮件，我突然有一种脊背发寒的感觉，这似乎有一些细思极恐的事。那穿红鞋子的女人该不会等她一起下去吧？小五说每天晚上都可以陪着我，这几个意思？我不敢想象下去了，急忙将邮件关掉了。我居住的地方距离我工作的地方有些远，步行需要半小时，中间还有一段很黑的路。当我从那条很黑的路走过时，我总感觉背后好像有人跟着我，脖子后面凉飕飕的，瞬间我就想起了小五二姨回魂夜的情景，心中有些慌。我不敢回头去看，咬着牙一个劲儿地向前走。没走几步，我感觉有东西从空中落了下来，下意识地伸手一抓，居然是一张烧给死人的纸钱，上面还沾有红色的液体，好像是血迹。就在这时候，我听到身后有急促的脚步声，有人朝我快速追了过来。救命啊！有人要杀我！救命！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了，声音充满了慌乱。那女人跑到了我身边，她穿着一套白色的连衣裙，披头散发，脸都被遮挡住了，脚上穿着一双红色高跟鞋。这时候我手机收到了一条信息，是我的一个神棍好友发来的，快跑，千万不要回头看，不要跟任何人说话，一直往前跑。